暴雪零下20度，我正在路边卖烤红薯，突然接到美女主播的电话。朱尔虫，求你救救我妹妹，她快要冻死了。我只是轻轻翻了个红薯，淡淡回了一句：不好意思，我现在改行卖烤红薯了。只因2个月前，我用无人机救下柳如烟领队的登山团，结果他非但没有感谢我，反而举报我黑飞，导致我花10万改装的无人机被没收销毁，人还被拘留了5天。事后，柳如烟还在直播间大义凛然：英雄也不能凌驾于规则之上，黑飞必须严惩。现在他妹妹遇险，搜救队进不去，才想起来求我。晚了，朱尔虫，我妹妹滑下山坳了，这里太冷了，如果不尽快救援，她会冻死的。这跟我有什么关系？搜救队说他们进不来，只有你的无人机能飞。哦，是吗？朱尔虫，我命令你马上来救援，你要是不来，我就曝光你见死不救，让全网唾弃你。柳大网红，你是不是忘了，我的无人机早在2个月前因为你的举报被执法队当场销毁了。当时我还是救援队的一名队员。那天柳如烟带领的登山团在山区失联，天上下着大暴雨，导致搜救工作无法开展。不行，现在雨太大，气味被冲没了，搜救犬根本闻不到，而且直升机也不能飞，这能见度，上去就是送死。听到这个坏消息，旁边的家属顿时哭声震天，柳如烟的母亲更是跪在地上，头都要磕破了。求求你们，救救我女儿，她才20岁啊！看着这一幕，我一时心软，取出了自己花10万改装的无人机。这款无人机加装了军用级的热成像镜头、增程信号塔，还有2组超大容量电池，能抗6级风。朱尔虫，这种天气起飞就是赌命，而且这片区域还是空管严控区，报备手续也没批下来。救人要紧，回头我写检讨。我熟练地展开机臂，校准指南针，随后放飞无人机，紧盯着屏幕开始搜寻工作。在耗费了3块电池后，屏幕上终于闪过几个红斑。找到了，目标在悬崖底下的凹陷处，7个人挤在一起，热成像显示体温在下降。我迅速锁定坐标，发送给地面搜救组。1个小时后，柳如烟7人成功获救。感谢祖国，感谢救援队，我们活下来了。这一趟飞下来，电机基本废了，但我觉得这一切都是值得的。没想到第2天，麻烦上门了。朱尔虫，有人举报你非法改装航天器，以及在禁飞区黑飞扰航。啊！我昨天是去救人，救人不是你违法的理由。对方冰冷地打断我，还拿出一封举报信，举报人竟然是柳如烟。是的，虽然我们获救了，但我必须指出一个严重的问题。刘女士，能具体说说吗？救援过程中，有一架私人改装的无人机在头顶乱飞，它的噪音非常大，严重干扰了我们判断救援队的哨声。而且据我所知，当时有救援直升机准备起飞，就是因为这架黑飞的无人机，导致直升机不敢进场。看到这里，我再也坐不住了，猛地站起来。放屁！昨天那天气直升机根本飞不了，是我找的坐标，是我救了他们。执法人员敲了敲桌子，示意我安静。别激动，坐下。直升机飞不飞是空管的事，我问你有没有起飞？有。你有没有非法改装？有。那就行了，事实清楚，证据确凿，没收作案工具，罚款2万元，行政拘留5天。于是我眼睁睁看着那台价值10万的无人机被当场拆解。那可是我的心血，是我省吃俭用攒出来的战役。你肯定还有备用的，你这种技术宅怎么可能只有1台？你一定藏着更好的，快拿出来！你还别说，我的确还有1台备用的，但那是我的压箱底宝贝，改装的比上一台更高级，能抗7级风，热成像精度1米，甚至加装了喊话器和抛投器。我就知道，快来！你要多少钱？10万、20万，只要你现在来，我马上转给你。我咬了一口红薯，语气平淡地说道：不去。你说什么？柳小姐，我是违法的黑飞，你可是在直播间里教导过大家，英雄不能凌驾于规则之上，黑飞必须严惩。都这个时候了，你还讲什么规则？你还是不是人？之前举报你的事，算我对不起你，行了吧？千万别，你可是正义的化身，是规则的守护者。我现在要是去了，就是知法犯法，是惯犯。宋人头抢过电话，更是对着我破口大骂。我听着这些熟悉的威胁，嘴角勾起一抹嘲讽。省点电吧，好留着写遗书。5天拘留结束，我走出拘留所的大门，天阴沉沉的，手机里全是公司发来的消息。朱尔虫，你被公司辞退了。朱尔虫，你的救援队员资格已被注销。我一时血气上涌，直接去了柳如烟的公司，想要讨个说法。柳如烟没关直播，反而示意送人头，把镜头怼到我脸上。哟，这不是我们的黑飞英雄吗？放出来啦！柳如烟，是你举报的我？对，
是我举报的。我可是救了你的命。那咋了？一码归一码，法律就是法律，规则就是规则。我举报你是为了你好，这叫大义灭亲。柳如烟直播间里的弹幕疯狂滚动，全是叫好声。为了我好，为了我好就让我丢了工作，毁了设备，还背上案底。不踩着你这个反面教材，我怎么立人设涨粉？再说了，就你那破无人机值几个钱？我一场直播的打赏够买你10架的了。识相的赶紧滚，别逼我叫保安把你扔出去。干什么？想勒索感谢费啊？我看你就是穷疯了。家人们，这人就是来碰瓷的。既然做好人要付出代价，那老子就不做了。第二天我就买了个2手烤红薯炉子，还装了2个高清摄像头，胸口别了一个执法记录仪。既然你们喜欢规则，那我就陪你们好好玩玩。半小时后，我收到一条直播提醒，标题很惊悚：亲妹妹命悬一线，前救援英雄见死不救。哼，不愧是网红，这标题起得不错。直播间里，柳如烟披头散发，对着镜头扑通一声跪下。家人们，求求你们帮帮我妹妹快不行了，搜救队进不来，只有朱二虫能救她，但他要价100万，我给他磕头了，只要他肯来，我做牛做马都行。柳如烟绝口不提当初举报的事，只把我说成一个贪财冷血的小人。这招道德绑架玩得炉火纯青，几百万不明真相的网友瞬间炸了。很快有几个激进的粉丝找过来了，他们拿着手机，气势汹汹地围住我的红薯摊。就你他妈叫朱二虫啊！快去救人，不然我们要你好看！哦，见此情景，我直接掏出2张纸，那是一份行政处罚决定书和没收物品清单。来，识字的都练一练。擅自改装航空器，没收销毁，如有再犯，从重处罚。各位正义使者，看清楚了，不是我不救。2个月前我救了他，他反手举报我，让我蹲了5天大牢。现场瞬间安静了，随即我拿出手机，连上蓝牙音箱，播放了一段录音。不踩着你这个反面教材，我怎么这场好架的啊？瞬间，围在摊位前的几人愣住了。就你那直播间里的弹幕也也变成了满屏的问号。我面对镜头，摊开双手，一脸无奈。我现在就是个卖红薯的，谁想让我飞，先去帮我把案底消了，把被砸的设备赔了，再给我开个奉旨黑飞的红头文件，免除我一切法律责任。否则我不敢飞，我怕柳小姐回来再举报我一次。就在这时，搜救队的王队长开着一辆救援车呼啸而至。朱二虫，情况危急，你能不能……他话没说完，就看到了我手里的处罚单，那句帮帮忙卡在喉咙里，怎么也说不出来。柳如烟的母亲也赶到了现场。朱二虫，你这个畜生！我女儿要是死了，我要你偿命！哼，是我逼着他们上山的吗？还不是他们自己作死。刘母无理取闹，被我怼了回去，于是改变了语气。求求你了，朱二虫！以前是我们不对，你是活菩萨，你救救我女儿！我转身打开了一台便携投影仪，这是我第一次公开这段录像。当初被调查时，我没拿出来卖惨，因为我觉得没什么好吹嘘的。可现在，我觉得自己当时就是个笑话。大家看清楚了吗？当时我摔断了2根肋骨，换来的是什么？我拿出一个计算器，当着所有人的面按得啪啪作响。上次救人，罚款2万，设备10万，拘留5天。丢工作损失20万，想让我救人？行啊，先把当初没收的那台无人机还给我再说。现场的所有人一个个都不出声了，他们谁都不傻。键盘侠只敢在网上叫嚣，一旦要他们背上法律责任，跑得比兔子还快。柳如烟看到了这一幕，脸色苍白，一句话也说不出来。弹幕也彻底反转。我当着所有人的面，将红薯炉子的火门砰的一声关上。天冷了，我要收摊回家睡觉了。想吃红薯的明天请早。想救人的，去找柳大网红吧。第二天，救援队冒险进山，找到了柳如音。虽然人还活着，但因为双腿严重冻伤，组织坏死，送到医院后被高位截肢。柳如烟在医院走廊里崩溃大哭，对着镜头再次发疯。都怪朱二虫，都怪他！如果他不那么斤斤计较，早点来救人，我妹就不会惨死。他就是个杀人犯，他是个杀人犯！我要告他！柳如烟试图再次甩锅，还买通了一些营销号写小作文，试图混淆视听。当初我举报朱二虫是一个误会，我也是受人蒙蔽，没想到他却心胸狭隘，公报私仇。妹妹无辜。评论区里，圣母和键盘侠再次集结。呵呵，既然你不仁，那就别怪我不义了。我拨通了一个号码，
那是当年报道柳如渊正义举报的官方媒体。你们不是喜欢流量吗？我要接受独家专访，保你们服务器瘫痪。朱先生，对于柳如茵小姐的不幸遭遇，作为唯一有能力第一时间救援却选择袖手旁观的人，你内心难道没有一丝愧疚吗？我为什么要愧疚？因为真正害柳如茵失去双腿的人不是我。我没有废话，直接甩出2份文件。第一份是柳如烟给妹妹柳如茵购买巨额意外险的记录，受益人写的是柳如烟自己。第2份则是柳如烟和宋人头的微信聊天记录。反正有保险，还能再活一把。主持人张大了嘴巴，看着大屏幕上的聊天记录，一句话也说不出来。刚才还叫嚣着让我道歉的弹幕也彻底消失了。院长会听人说的话吗？预谋杀，骗保！很快，柳如烟杀妹骗保的话题就冲上了热搜第一。她的所有商务代言在一夜之间全部解约，违约金高达数千万，账号也被平台封禁。她家门口更是被人堆满了花圈。柳如烟得知真相后，更是彻底崩溃。她拒绝见柳如烟，并指控姐姐谋杀。3天后的一个傍晚，我正在出摊，一辆破旧的面包车猛地冲过来，差点撞翻我的摊位。柳如烟和宋人头下了车，手里还拎着一个汽油桶。朱二虫，是你毁了我，我要拉你一起死！柳如烟做事就要把汽油往我身上泼，宋人头也红着眼，拿着打火机就要冲上来。我抽出一罐干粉灭火器，下一秒，白色的粉末喷得柳如烟睁不开眼。另一边的宋人头想偷袭，却被我按在了滚烫的炉壁上。大家都看到了啊，我可是5星好市民，这是正当防卫。很快，警察赶到现场，把柳如烟和宋人头2人控制住，带上了警车。不久后，柳如烟因涉嫌故意伤害、寻衅滋事、保险诈骗以及过失致人重伤罪被提起公诉。法庭上，柳如烟试图装精神病逃避法律制裁。她不但在被告席上抓头发省笑，甚至随地大小便。我作为关键证人出庭，提交了他所有的犯罪证据，包括他如何策划路线、如何购买保险、如何引导舆论。一个精神病懂得上网买水军吗？懂得利用规则漏洞举报我吗？大家觉得这可能吗？而柳如茵更是声泪俱下的指证，在山坳里，我想拿卫星电话求救，姐姐却抢走了。她说再等等，等雪下大点效果才好。她说朱尔虫肯定会来，就能讹她一笔钱。她简直就是个魔鬼。柳如烟在被告席上彻底崩溃，跪在地上磕头。求求你帮我求求情啊！早知如此，何必当初？柳如烟判处有期徒刑8年，宋仁透判处有期徒刑3年。这声音可比那天砸碎我无人机的声音好听多了。柳如烟入狱后，名下财产全部变卖，用来赔偿违约金和柳如烟的医药费。柳母也性情大变，再也没了当初撒泼的劲头。柳如茵虽然残疾了，但在好心人的帮助下装了假肢，开始了新生活。他还来到我的红薯摊告谢，我特意给他挑了一个最甜、烤得最软糯的红薯，趁热吃。虫哥，对不起。跟你没关系，好好活着，别学你姐。只有活得漂亮，才是对恶人最大的报复。我会的。1个月后，王队再次找到我。朱尔虫，鉴于你的技术和经验，市局特称你为山地救援特约技术顾问，这是特批的空域申请权限，以后你救援飞行都合法，还给你配了最新款的警用无人机。看着王队递来的聘书，我沉默了很久，最终还是接过了聘书，但提了一个要求。我有个条件，以后救援必须全程录像，我有权拒绝不合理的请求。我救人是因为我想救，不是因为我欠谁的。好，没问题。以后谁再想用弱者有理那套来道德绑架我，我会让他们明白什么叫粉身碎骨。毕竟做一个不好惹的好人，比做一个烂好人爽多了。